大家好，昨天一个网友问，他问呀，假如说我们空调中的环境温度传感器如果有问题了，我们的空调会有哪些现象呢？我们知道这个环境温度传感器啊，是一个负温度系数的一个电阻，一个热敏电阻。负温度系数呢，就是当我们的环境温度升高的时候，它的电阻值是变小的。相反，当我们的环境温度降低的时候，它的阻值是变大的。知道了它这个特点，我们来分析一下它的电路。一般的这个环境温度传感器，它接在电路中是这样连接的：上端呢接一个五伏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环温，和它串联一个电阻，串联的这个电阻和它25度时的这个阻值是相等的。假如我们环温的这个阻值是5K，那么下面这个电阻也是5K。正常情况下，中间这个送往 CPU 的电压应该是2.5伏左右。在这个电路中，我们分析一下，温度升高，电阻变小，那么终点的这个电压就会升高。也可以这样认为，这一点的电压在正常的情况下是和我们外界的温度一一对应的。我们可以这样认为，如果说这点的电压2.5伏代表25度的话，随着环境温度的升高，这点的电压也会不断的升高。这点电压2.5伏代表着25度，2.6伏代表着26度，2.7伏呢代表着27度。你呢可以这样理解，但是不一定是这样一种对应关系啊。这时呢，假如说我们这个传感器坏了，传感器短路了，短路以后呢，送往 CPU 的电压变成了5伏，对应的温度到了50度了。这时呢 CPU 就会命令压缩机，你给我玩命的工作，马上把温度给我降下来。但是呢，无论压缩机怎么玩命的转，由于我们的传感器存在故障，这个电压呢始终不会有变化。所以这时候空调一个典型的故障就是不停机，即使是室内的温度很低，它也不停机。那么还有一种极端的情况，就是我们这个温度传感器啊，环境温度传感器它断了、断开了、断路了，这也是一种故障的状态。这时呢，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电路，它这个送往 CPU 的电压就会变成0伏。当它0伏的时候 ，CPU 就会认为现在这个室内的温度啊很冷很冷啊，这时的 CPU 就会给压缩机一个信号，就是让它停机，不让它工作。所以说，当我们的环境温度传感器出现这两种情况的时候，我们的空调呢是不能够正常工作的。当它的阻值变小的时候，空调会不停机；当它的阻值变大的时候，空调可能不工作。今天呢，我分析了两种极端的情况，就是让大家呀对这个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啊有一个清晰的认识，以及它在电路中对这个整机工作状态的一个影响。